觉醒恶毒女配剧情时，被我囚禁折磨的竹马男主正跪在脚边，疼得咬牙微颤。给他解绑时，我连手都在抖。他寒声冷笑，不是说要弄死我吗？大小姐，手一毒。剧情里，我囚禁男主沈安，对他虐身虐心，百般凌辱，最终被他送进精神病院，跳楼自杀。我吓哭了，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，递给他。这是7岁那年，沈安写给我的。软软做什么都会原谅券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觉醒恶毒女配剧情时，我正拿着沾血的鞭子，愣在原地。恶毒女配。我哆嗦着手，指了指自己。我吗？一道闷哼拉回我的思绪。面前，阴郁少年半跪在地，黑发凌乱，精致的下颌隐没在潮湿的阴暗里，双臂被铁链吊在空中，手掌无力垂落，呼吸奄奄。沈安，这本就熟闻的男主，也是和我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。剧情中，我暗恋沈安10年，原本只是跟在男主身边的清纯貌美小白花，直到女主出现，我的黑化值迅速攀升，不仅3番2次陷害女主，还将男主囚禁起来，凌辱折磨，做下一堆蠢事。沈安对我彻底失望，厌恶至极，亲手将我送进了精神病院。没多久，我便精神错乱，跳楼自杀了。而此刻，还未长成大佬的沈安正跪在我脚边，白色衬衫的领口被撕扯开，胸前骇人的鞭痕鲜红刺目，惨白的脸爬满冷汗，嘴唇微颤。对上沈安视线的那一刻，我便明白，我大抵是活到头了。那双困兽般的眸子像是要裂开般，死死将我盯住，底下翻涌着疯狂的恨意。我要哭了。我将软软一生行善积德，胆小怕事，这恶毒女配我当不明白的。亡羊补牢，为时不晚。我手抖着，给沈安解铁铐，眼神却落在她手腕的红痕处。脑海中突然闪过一段画面，上锁时，我病态般地一点点触摸住她的每寸肌肤，尖锐的指甲在她惨白的脸上留下红痕。沈安，我要把你永远锁在我身边，只能看我一个人。我打了个寒战，江家同沈家是世交，又住得极近，两家甚至订过口头的娃娃亲。沈安大我1岁，记忆里，我总跟在他身后，甜甜软软地喊他沈安哥哥。沈安性子冷淡，但也把我当亲妹妹看，颇为宠溺。只是后来，我心思野了，不再满足于这段没有血缘的兄妹关系，对于走得越来越近的男女主心生嫉妒，这才把男主抓过来强制爱了。叮铃，铐锁打开，铁链落在地上，在幽暗空荡的地下室撞击出清脆的回响。我强扯出一丝讨好的笑，其实已经快哭了。沈安，如果我说我被脏东西上身了，你信吗？一声嗤笑，男人勾起唇，那双好看的丹凤眼，清冷无情。他嘶哑着喉咙，缓缓地嘲讽道：不是说要弄死我吗？大小姐。身体一僵，沈安大概是真的恨我了，他以前是叫我软软的。男人眯起眼，透着危险与愤怒，身体逼近，阴影将我笼罩，形成急降的压迫感。江软软，你又想玩什么游戏呢？记忆涌入，3天前，我用鞭子轻轻拍了拍他的脸，笑着说：
要和他玩一个游戏。我解开他的镣铐，丢给他一把钥匙，告诉他，这下面是一个迷宫，一共有7间密室，可出去的路只有一条，通往外面的门只有一扇，他能找到，我便放他走，直到他走遍迷宫的每一条路线，试完所有的门，精疲力尽地倒在地上，我才出现在他面前，猩红眼，疯了般质问他，你就这么想出去，永远陪我不好吗？你是不是又要去找江青瓷？魏石魔，魏石魔，你现在眼里只有他。沈安，你是我的，你只能看着我，你再想跑，我就弄死你。江青瓷便是这本书的女主。沈安高中跟家里闹翻后，考了国内的大学，大3的时候，就同旗鼓相当的女主共同创业，两人一同进出实验室，一起参加比赛，成立公司，形影不离，感情渐生，在破除种种艰难阻碍后，达成圆满结局。而我，就是他们即将破除的最大阻碍。我不仅处处针对女主，给她两使绊子，更是在沈安即将带领团队参加一个极关键的比赛时，将她绑到了这里。我闭上眼，欲哭无泪。江软软啊，江软软，你可真有能耐，敢把男主当狗玩，这么有种的人生，怎么就被你活了呢？天良王破，在霸总小说里，得罪男主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见我走神，沈安彻底失了耐心，他猛地捏住我的肩，疼得我仿佛听到了骨头碎裂的声音。江软软，说话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什么时候放我走？沈安脸色沉得吓人，像是要将我撕碎嚼烂后吞吃入腹。我欲哭无泪，视死如归地盯了他2秒后，深吸一口气，猛地将头埋进了他的胸口，鬼哭狼嚎，张口就来。沈安哥哥，我错了，我错得太离谱了，是我鬼迷心窍，真诚永远是必杀技，只要华贵够快，恶毒女配的结局就追不上我。我吸了吸鼻子，泪眼花花地望向沈安，可怜道，沈安，我才20岁，你得允许我犯错啊。空气仿若凝滞，男人的身体僵了一瞬，随后大概是被我撞到了伤口，他痛得低喘一声，才猛地将我推开。江软软，你以为一句道歉就能勾销？你他妈以为你是谁？他双眸猩红，看我的眼神，恨不得将我凌迟。完了完了，沈安还是想弄死我。我吓得眼泪簌簌往下掉，手忙脚乱，从衣服内侧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，小心翼翼展开，递到他面前。这是7岁那年沈安写给我的，过去太多年，纸面已经泛起细微粗粝的绒毛，铅笔写下的字迹也随之模糊，但仍能依稀辨认出上面的字。软软做什么都会原谅劝，其实只是一件很小的事，他打翻了我的牛奶，可大概是被宠坏了。我哭闹个不停，一向像个小大人模样的沈安第一次慌了神，为了哄我，写下了这张纸条。其实上辈子我也拿出来过，在他即将送我进精神病院前，只是那时我已坏事做尽，无力回天。说实话，落得那样的结局，我不恨沈安，毕竟原剧情里我干的确实不是人事，而现在这是我最后的保命符。沈安看着那张皱巴巴的纸条，怔住了，大概是没想到我还留着。幼稚的承诺在此刻被当了真，他冷淡的唇绷得笔直，我眼泪还在掉个不停。良久，沈安眸子里的冰冷终于松动，他放开了捏我肩的手，果断起身离开。出门前，最后深深看了我一眼，留下一句，江软软，别再做让我恶心的事。恶心？是啊，
这种变态的情感，确实恶心。我劫后余生般跌落在地，眼角还挂着未干的泪珠，手里却迅速掏出手机，喊出了海豚音：妈，快送我出国留学，德国，去德国。沈安是女主的，她两家偶天成，我脑子抽了才会去又争又抢，把自己玩死。我相信，在德国本科的3年将会是我人生5年中最难忘的7年。7年以后，男女主早已尘埃落定，我自然也不会再重蹈覆辙，下场凄惨。沈安回归，给群龙无首的团队打了一针强心剂。这场比赛关注度很高，无数资本的目光都落在这里，新星们也削尖了脑袋想要出头，获得融资。沈安复赛第1天，新闻通过手机弹窗推送给我，我看了一眼，他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，身形挺拔，五官锋利，无边框的镜片透出沉稳高质感，与在地下室的狼狈模样天差地别。镜头里，他透过纷乱的人群和女主对视，同看我时含恨的眼神不同。在女主面前，他的眸子永远自信坚定，好似在无声地说：一切有我，意气风发，无往不胜。我熄了屏。小说里，地下室的囚禁不过是开胃菜。后期，我硬生生将沈安一个金贵少年折磨成了阴暗疯批，将他身上的傲骨根根打碎，让他失去所有，只能在阴沟里仰视我，攀附我，最后更是因爱生恨，想要开车撞死他和他的家人。我揉了揉发疼的太阳穴，这哪是爱啊，这是纯把男主当日本人整啊！也怪不得沈安恨我。我紧紧攥着要去院长办公室盖章的留学资料，腿蹬得更快了。沈安，柏林距离海市8500公里，时差7个小时，这是我能想到的，离你最远的距离了。这几日，为了办留学手续，我忙得脚不离地，走在路上，还紧盯着手机回系主任的消息，以至于迎面撞上来人。我揉揉脑门，刚想道歉，一道轻笑声从前面传来：哟，这不是沈哥的小青梅吗？这么巧，又和咱们沈哥偶遇呢。抬眸，正好对上沈安冰冷警惕的眼神，他拧着眉，垂在身侧的手掌握紧，打量我许久，眸子里除了抵触与厌恶，似乎还藏着一丝复杂莫名的情感。他语气生硬：你怎么在这？我心底一凉，张了张嘴，还是没把那声沈安喊出口。旁边人还未觉察出异常。什么叫偶遇？就将学妹撵沈哥那近，就差没在沈哥身上装定位了。咱们去啊！人学妹就跟到哪，众人都当他在打趣我却觉得如芒在背，握住的手机突然就成了烫手芋头，差点被我甩飞出去。因为里面真有连接沈安的定位系统。自从女主出现在沈安身边，他们成了并肩而行的搭档，有了我永远也插入不了的话题，就像是一道将我排斥在外的结界。我的不安逐渐强烈，在变态占有欲的作祟下，我在沈安手机上装了定位系统，将每次监视当作偶遇，牢牢守在沈安的身边，将他囚禁在我的视线范围内，甚至得意地享受着周围人的调侃，在女主面前故意制造莫须有的暧昧。不止沈安要窒息，我也要窒息了。不过沈学妹这次怎么没来看我们比赛？不会是跟我们沈哥吵架了吧？你俩还有隔夜仇呢？众人的视线依旧很没眼力见的在我和沈安身上暧昧游走。何止是吵架啊，已经算是谋害了吧。只见沈安脸色越来越沉，我心底暗暗叫苦，目光下一时看向女主。江青词人如其名，清冷动人。听见众人的打趣，脸上并无异色，甚至也饶有兴致地看向我。不愧是女主，
果然沉稳大气，根本不屑于跟我一个恶毒女配斗。可脱离剧本，我江软软其实就是个怂蛋。就在我死命搓手，不知道该如何脱身时，一道拽的258万的声音突然响起：江青瓷在哪？顺着声音转头，差点被一道24K 纯金光芒闪瞎。男人狂放不羁的眉眼透着股狠力，提着铁棍的手青筋暴起，配上这张狂的发色，活脱脱一拽酷恶霸形象。可惜，我摇了摇头，跟男女主作对，只会是炮灰下场。但这人看着，怎么有点眼熟？沈安不动声色地挡在女主身前，眼眸微冷，沉声反问：你找他什么事？校霸扬起锋利的眉，与沈安对峙，丝毫不落下风。有人托我给他带句话。他煞有其事地杵了杵手里的铁棍，勾起唇角，语气威胁：江同学一个人走的时候，注意安全，小心。话还没说完，我就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，跳了起来。怎么是他？我踮起脚，伸手绕过校霸的脖子，死死捂住了他的嘴，悻悻开口：抱歉啊，这我朋友，他认错人了，我跟他先去叙叙旧。我笑得心虚，刚要溜，却被沈安拽住了手腕，幽深的视线在我圈住校霸的胳膊上停了一瞬，又落回我的脸上。他脸色有些难看。我怎么不知道你有这么个朋友？沈安怎么回事？经历上次的囚禁，他不应该恨死我了吗？怎么会突然关心起我的交友问题？我信口胡扯，刚认识的，就你们去比赛的时候，我这段时间不是默跟着你了吗？所以你不知道。沈安，你之前总说让我交点新朋友，我交到新朋友了，你开心吗？我小心翼翼地看向他。沈安脾气再好，也会被缠烦的，受不了我的过度纠缠时，他便会揉着眉心，忍下不耐，和声劝我：软软，除了我，你是不是也得有点新朋友？我要走了。最后和沈安不多的相处机会里，我多少希望他能开心点。沈安没有高兴，也没有生气，只是收回了握住我手腕的手，垂在身侧，握紧成拳，一双沉黑的眸子盯着我，深不见底，然后沉默地目送我离开，走出好远。校霸才挣脱我的禁锢，他抓了抓凌乱的发型，冷声质问道：喂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故作镇定地开口：刚刚沈安还在呢，我这不是怕你露馅吗？没错，威胁女主的校霸叫程峰，是我雇的，我给钱，他办事。听完我的话，他冷眸微垂，带着浓浓的讽意。放心，我有职业操守，拿了你的钱，自然不会把你供出来。面前人弯下腰，眯起锋利的眼，凌厉地打量我，眼神里充斥着不屑。怎么，江大小姐怕了？我知道他在激我，皱起的眉心泄露了他的焦躁与不安。他需要钱。程峰父母早逝，家境贫寒，被奶奶拉扯长大，如今老人生病住院，高昂的医药费将他逼上了绝路。原剧情里，我利用这一点，让他成为了我最趁手的一把刀。恶毒女配的打手，自然也不会有好下场。程峰死在一个雨夜，他绑架了女主，在与远景的交锋中，挟持女主做人质，试图与女主同归于尽时，被开枪射杀。我用钱买断了他的道德、未来，乃至性命。可最后，我还是没帮他救奶奶。胸口猛地抽痛，我仿佛从噩梦中惊醒，浑身发软，对那个我心生恐惧。我从包里掏出一张卡，这是100万。程峰神色微变，勾起一丝嘲弄。
眸子却倏地暗淡，压抑着扭曲挣扎的疯狂，嗓音低沉沙哑：100万，够买他的命了。我皱眉，认真伸出2根手指，不，是2条。他眉头皱得更甚。我接着道：我要你以后好好保护江青瓷，不能让她受一点伤害。江青瓷身为女主，自然也拥有女主的标准出场设置，一身赌债的爸，重男轻女的妈，生病的弟弟，破碎的他，就当花钱，给他配个保镖，也算是对之前总欺负他的一点补偿。我将卡塞进男人衬衫胸前的口袋，盯着他的脸，恶狠狠道：至于你，以后老老实实给我当个好人，每天默念3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否则我就告诉你奶，你在学校拿利群烫同学屁股，我看你维持的乖乖学生形象还怎么装得下去。我看着程峰那张又拽又凶的脸，青了又红，红了又白，爽了，明明当个好人更爽啊。我揉了揉抽痛过后依旧难受的胸口，眼眶酸胀，怎么会做那么多坏事呢？落日余晖，江城的午后依旧燥热，我穿着白色吊带裙，穿梭在偏僻的烧烤街，摊位刚摆出没多久，只零星坐了几桌，大多是光着膀子的男人，吹嘘着时政，夹杂着荤段子，感觉到有不怀好意的目光紧随着我的身影。我皱了皱眉，加快了脚步，7拐8拐进了巷子。日头已经彻底落了下去，巷子也融入了夜色，身后有闷重的脚步声响起，越来越近。我不自觉地加紧了步子，突然一双粗粝的手掌搭上了我的肩膀，油腻又含糊的笑声在耳边响起：小妹妹，陪哥哥喝点酒呗。我转头，一张醉醺醺的刀疤脸闯进视线。我淡定道：叔叔，猥亵可是犯法的。他笑得脸上黑红的横肉都皱了起来，说那么难听干嘛？这里可没监控。我勾起唇角，没监控吗？那就太好了。揍他！一个布袋从天而降，套住了男人的脑袋，将人拖倒后，程峰的拳头不留余力地往他身上招呼。这人就是江青瓷的生父，不仅从小家暴妻女，好赌成性，还常常在这条偏僻的巷子猥亵学生，纯粹的社会垃圾。最近因为赌博欠了不少赌债，不久就找上了崭露头角的女主，逼女主卖身给他还债。我越想越气，趁乱狠狠踹了他一脚。人渣！等地上的人彻底没了动静，我才拍了拍手，对程峰道：走吧。程峰看了眼地上的人，眼神冷寂，抬起球鞋，又狠狠地在男人的右手上捻了捻。这点伤最多让他躺上半个月，可若等有人发现他，报了警，从他身上摸出毒品的时候，这江广远的好日子就得到头了。等程峰送我回到宿舍，已经是深夜，晚风徐徐。沈安立在宿舍前的树下，大概已经等一会了，肩头落了几颗不知名的小花蕊。我下意识地转头看了眼程峰离开的方向，心里莫名有些心虚，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。沈安看我的眉眼里含着几分怨气。我们明天要去福禄山。沈安说话时，小半张脸都藏在眉骨的阴影下。我抬眼，小心揣摩着他的脸色，对着如今态度冷淡的沈安，不知该怎么相处。都说破镜难圆，我和沈安之前关系再怎么好，现在也生出永远无法愈合的嫌隙了。换作是我，被沈安囚禁折磨，也肯定不会原谅他，只是心里还是有些惋惜，毕竟10几年的感情。我悻悻开口：沈安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气，你放心吧，我以后不会再缠着你。话还没说完，不是已经和好了吗？清冷月晖下，少年好看的眉轻轻皱起，疑惑反问：和好了吗？
我微怔，莫等我反应过来，他接着道：我们明天去圣安寺还愿，准备在山上露营，你也去拜拜佛。不知想到了什么，他眉头皱得厉害。我给你请了个大师。大师？沈安不会真觉得我是邪祟上身了吧？像沈安这样极端的唯物主义者，也会信神佛驱邪之说吗？我哑然。可惜，受剧本限制，我根本无法告诉他真相。剧情里，静安山之行，我又哭又闹，求沈安带上了我。之后心生歹计，让女主迷路，再让程峰将她推下了山坡。我背后起了冷汗，止不住的颤抖，心里不停默念：杀人是犯法的，杀人是犯法的。明早我开车过来接你。回过神，我头摇得像拨浪鼓。我不去，我真不去，我还有事。什么事？他声音平稳短促，我急得额头冒汗。跟朋友有约了。沈安平静的眸子直直盯着我。和程峰。我骑虎难下，除了沈安，我几乎没有朋友，一时也想不出其他人，只能硬着头皮点头。晚风拂过，绰绰树影掠过沈安的脸，明明暗暗，声线压得极低，像是在忍耐什么。你跟程峰怎么认识的？江大小姐。沈安的声音像淬了冰。书弟寒彻，是给了他多少好处，才能让他这么帮你？明明是酷热的炎夏，我却如坠冰窖，手脚发凉，血液冻得僵硬。我说沈安怎么还会来找我？原来是想警告我，离江青瓷远一点。可我已经不会再伤害他了。记忆里温润如玉的脸，此刻冷得陌生，垂眸审视，不含一丝感情，让我想要辩解的话都堵在了喉口，哑然失声。让程峰跟踪江青瓷，去他兼职的地方大闹，害他丢了工作，现在又当着我的面威胁他。江软软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一直维持的平和表面终于因女主而撕破。我不禁后退2步，却猛地被他拉住手腕。程峰不是什么好人，是不是他把你教坏了？我看着沈安发怒的眸子，浑身冰凉，迷茫看着他。沈安，如果我就是这么坏呢？有时候我也会分不清，剧情里的我和现在的我是不是同一个我，所以才会迫切想要逃离。比起伤害沈安与江青瓷，更让我难过的是，我成为我不想成为的人，一个丧失了良知与道德的疯子。我叹了一口气，沈安，你别管我了。路灯的黄晕落在沈安的脸上，能看见他眼下明显的青涩与疲惫，语气明显重了。你到底在闹什么？明天跟我去和江青瓷道个歉，其他的你不用管，我会替你解决。他揉了揉紧皱的眉心，看起来耐心即将消磨殆尽。软软，乖一点，我不可能永远为你收拾烂摊子。比起道歉，永远退出你们的生活才是正解。我甩开了沈安的手，扬起倔强冷硬的脸。沈安，你明知道我讨厌江青瓷，为什么还要逼我和他道歉？如果不想被我伤害，那你们就永远不要出现在我面前。沈安脸色微毒。江软软，我们13天没见了，你对我就是这个态度吗？我认真同他对视。沈安，我不想再见到你了。月落西沉，阳台时不时袭来一阵夹着草木味的热风。我一点点看着沈安离开的背影，同时发送语音：爸，你一定要记得投资沈安的团队，他们真的很有实力。原剧情里，我不仅没有支持沈安的专案，甚至利用家族的人脉对他们围追堵截，加上与沈家闹翻，沈安的创业历尽波折。这一次，我想送他们一段坦途。从此，桥归桥，
路归路，晨光熹微，沙沙作响的树叶偶尔携来一阵清凉。沈安给我发了几条消息，我没回。很快，电话打过来，软软，别闹了，颇有些无奈的语气，似乎我在沈安眼里只剩下无理取闹了。我不自觉握紧手机。沈安，我昨天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那边软下来几分。以前这种聚会，你不是总吵着要来，要是不带上你，又得闹好几天脾气。我哑然，剧情里的我，占有欲太犟，一想到在我看不见的地方，沈安和江青瓷言笑晏晏的模样，就会发疯似的嫉妒，又哭又闹，只想着毁了一切。沈安的团队里，没有人真心喜欢我，不怪沈安生厌，我也厌恶那样的自己。沈安，我今天还有事，真不去了。今天周六，你能有什么事？语气又冷硬下来。不远处，程峰的声音适时响起。江软软，你吃包子还是油条？空气仿佛凝滞了2秒。对面挂断了。我收好手机，平静接过程峰递来的早餐。我没骗沈安，我确实很忙，忙着退学，忙着申请学校，忙着离开他的世界。宿舍门口，沈安靠在黑色轿车旁，黑色衬衣，气场冷冽，然后不由分说拽过我的手腕，将我塞进了副驾驶。呲啦，安全带被暴力拉出，冰凉的手掌从锁骨开始，划过前胸，将带钩利落地扣进卡座，最后用力握住了我的腰侧，将我紧紧按在车座上，像是某种惩罚的禁锢，惹起一阵颤栗。沈安的脸离我只有1寸，漆黑的眸子死死盯着我的眼睛，让我能清晰看到他浓密眉峰下隐忍的怒气。喉结滚动，江软软，乖一点。门被关上，剧烈的心跳还没平复，车已经启动了。静安山，我远远落在众人身后，捡了朵野花，幽怨地扯着花瓣，一瓶纯净水突然闯进我的视线。我抬头，沈安皮肤白皙，额头微微渗出汗珠，在阳光下闪着碎光，脸冷着，却藏不住关心。怎么了？我软下声求他。沈安，我走不动了，我能不能就在前面那个亭子里休息，等你们下山啊？静安山不高，海拔不过几百米，我有些心虚。沈安微愣，我们最近总是吵架，已经很久没有好好说过话了。见我态度软下来，他脸色缓和不少，在我面前蹲下身，声线干脆，上来。我吓得后退一步，因我迟迟不动。他转头，皱眉看我，你以前爬山累了，不都是我背你上去的？我哑然。沈安对我真的很好，从小我想要的东西，只要张口，沈安就会把它捧到我面前。犯了错，也总是他把我护在身后。我确实被沈安养得太过骄纵，所以才会对这份偏爱产生独占的执念。到了山顶的平地，众人忙着搭帐篷，摆烧烤架，我默默远离人群，准备独自出去走走，直到进了一片高树林，草木茂密，才发现江青瓷跟了上来。他对我没时抹好脸色，但也递给我一瓶驱蚊水。一个人出去乱跑，只会给人添麻烦。我有些受宠若惊地接过，谢谢。他没好气道，沈安搭帐篷抽不开身，让我过来看着你，没时磨事我就先回去了。他转身，又停住了脚步。我和沈安已经商量好了，毕业以后各自发展，你不用把我当成假想敌。我张了张口，却发不出声，像是有一道电流穿过我的神经，只觉得疼痛难忍，越发焦躁。连着江青瓷的话，也听出了几分险要的意味，像是受到某种驱使。我伸出手，
想拽住他的衣角。四面是遮天蔽日的群树，脚边是陡峭的斜坡，只要推一把，他就会摔下去。等沈安找到他，说不定尸骨都寒了。可我分明不想的。我心一横，闭上眼，让自己重心偏移，向下倒去，身体重重落地，然后开始翻滚。随后便是江青瓷的惊呼声。剧痛让我的意识清醒了几分，彻底摆脱了那种仿佛受操控的感觉。可翻滚的眩晕和皮肤被撞击划破的痛楚都狠狠拉扯着我的神经，疼得我龇牙冒汗，眼冒金星。等身体终于被什么拦截停住，我也疼晕了过去。再醒来，已经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。我掀起眼皮，刚好看见沈安的脸色沉得吓人。我说了，跟我没关系。江青瓷脸色倔强，与他对峙，而我可怜虚弱，仿佛剧情中的角色对调，谋害成了陷害。沈安脸色冰冷，我现在没空跟你说话，但江青瓷，我警告过你，有什么事可以找我，我会给你满意的补偿，不要动他。江青瓷气得深吸一口气，不可理喻。我忍着浑身的疼痛，虚弱开口，沈安。沈安闻声低头，眼眶红了一圈，看着我，又气又心疼。是我自己摔下去的。我将嘴唇附在他的耳边，轻声道，是我想推他莫推成，才不小心摔下去的。沈安漆黑的瞳孔猛地微缩，你看，我就是这么讨厌你们，所以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了。好疼啊！一时混沌浮沉之间，我记起6岁那年，沈安拿着书，故意板着脸，学着小老师的模样，教我古文，见善如不及，见不善如探汤。向善，是沈安教我的第一句论语。泪水从眼角滑落，灼伤心肺。我住了1周的院，期间因为我的极端抵触，沈安没再出现过，都是程峰照顾的我。只是偶尔出去透气时，能看到拐角处落荒而逃的熟悉身影。出院后，沈安只联系过我1次，说要带我去精神病院看病，吓得我差点把他拉黑。退学手续办得很快，离校那天，程峰主动过来帮我搬行李，原本的纯金发型逐渐褪出暗黄，看起来少了几分凌厉。记得答应我的，我走后替我好好照顾江青瓷。这女主碰上我这么个祸害，还是挺倒霉的。程峰同学，你可不能拿钱不办事啊。程峰将第4个行李箱抬上车，然后淡淡掀起眼皮，看我一眼。那个沈安看我跟看杀人犯一样，何况我连他们实验室的门都进不去。我急了，你收了我钱的。他低下头，神色不明。知道了。随后便陷入沉默，直到地上行李搬空，程峰终于再次出声，语气淡淡，你真要去留学？我莫名，我学都退了，还能有假？你不会觉得我在对沈安欲擒故纵吧？没有。他回答的短促干脆。桀骜少年依旧皱着眉，神色犹豫。我了然，你放心，你奶奶的医药费我会负责到底的，你有需要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。程峰眉头锁得更紧了，像是有些生气，别扭地将头转向一边。我搭上他的肩，拍了拍，视作安慰。程峰，你答应过我，一定要当个好人，好好过好你的人生，别随便把命卖给别人，知道吗？就算是 NPC， 也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。还有，保护好江青瓷，这不仅是为了女主，也是为他自己。没有我的推动，程峰不会站在他们的对立面，跟男女主修复好关系，对他有利无弊。我还想再叮嘱他些什么，背后却突然升起一股凉意。
你们在干什么？熟悉的声音，冷若寒冰。沈安还穿着西装，像是刚谈完合作，身形挺拔，立在原地，周遭的气压似乎都低了下来。镜片下，那双探究的眼睛死死盯着我，随后眼神在敞开的后备箱上掠过一瞬，眸底更寒了。你要搬宿舍？我的手心开始微微冒汗，像是预感到危险的信号，下意识隐瞒了我要出国留学的事，飞快道宿舍住不太习惯，我想出去住。和他？沈安眯着眼，接得很快，锋利的眼神一转，落在一旁的程峰身上，面色更冷。莫等我回答，又兀自开口，声音很低，透着危险。难怪你最近也不怎么和我联系了。喉结克制滚动，抬手慢条斯理地取下眼镜，脸色冷到极致，走到我身前，然后缓慢又平静地将我搭在程峰肩上的手轻轻拿下，像是对待什么易碎的琉璃。下一秒，侧身，耳边传来极快的破风声，青筋暴起的拳头落在了程峰的脸上，接着蹲下身，抓住程峰的衣领，神色依旧沉静的可怕。程峰是吧？我调查过你，果然是没有父母教养的东西，就这么喜欢破坏别人的感情吗？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沈安，外人眼里永远冷淡金贵、从容不迫的天之骄子，曾经在我面前永远温厚包容、笑容和煦的沈安哥哥，此刻却像一头发怒的狮子，言语刻薄。程峰任由他拽着，抬起手背，擦了擦嘴角溢出的血，然后勾起唇，冲他挑衅一笑。我心脏几乎要跳出喉口。沈安，你疯了！沈安闻言，转头，眼眶红得像是染上了血色，咬着牙，一字一句都含着盛怒。江软软，我还没死呢。而盛怒下，还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委屈。你别忘了，我俩还没分手，我和江青瓷只是同门师兄妹，后续也不会再有合作。江软软，不要再把我推开了。像是被人打了一拳，我头脑发懵，愣在原地，良久，才怔怔道：沈安，在我心里，我们从来没有在一起过。音落，沈安的眼里盛满震惊，像是气急了，又觉得荒谬与耻辱，声音滞涩：江软软，你玩我呢？我望着沈安，复杂的情绪交织在心头。原来，在剧情里，我不择手段，拼了命也要抢来的东西，早就已经得到过了。沈安走了，离开前看向我的那一眼，唯有不甘与失望。车平稳行驶，后座，我拿出医药箱，准备给程峰的伤口消毒。你喜欢的人也喜欢你，魏石魔还要走。程峰靠在车背上，微微仰头，极轻地看了我一眼，又很快移开。我用药棉沾上碘酒，脸上故作高深。你懂什么？沈安是江青瓷的，他们现在没在一起，以后也会在一起，这就叫做天命。程峰侧目，没有反驳，只是安静地看了我很久。江软软，你眼眶红了。他突然烦躁似的抓了抓凌乱的头发，没好气道：虽然他刚刚打了我一拳，我应该说些诋毁他的话，但我之前跟踪过他们，他和江青瓷确实什么也没有，反倒是因为你，他来找过我。程峰的话停在这，嘴唇绷得笔直，脸上袒露出抗拒。我垂眸，程峰，你是不是忘了当初魏石魔会跟踪江青瓷，我第一次找上你，是让你找机会。喉咙突然哽住，良久才滞涩吐出，废了江青瓷的手，让他再也做不了实验，毁了他，同时也毁了你。我还是去找了沈安，毕竟那天他说的话，
我回去后辗转反侧，想想还是觉得心虚。明明是为爱阴暗疯批的恶毒女配，怎么摇身一变，成了玩弄男主感情，还脚踏两只船的绿茶白月光？于情于理，我都该给他个解释，再为我之前的所作所为向女主道歉，最后好好跟他们道个别。我也将开启属于我江软软的崭新的人生。无人的走廊，实验室大门缓缓打开，我站起身，赶紧凑上去，腿蹲得有些发麻，走起来一瘸一拐。你怎么来了？他沉着脸，大概是还在气头上，可看着我，眼里还是流露出不忍。蹲在这干嘛？怎么不直接打电话？我笑了笑，我给你发消息了，你可能没看到，给你打电话，又怕打扰你做实验。对了，沈安，江青瓷在吗？我从包里拿出一个当家，里面是我给他的道歉信，还有一笔钱，足以支付他弟弟的医药费。女主对他弟弟感情复杂，我将决定权交给他自己。我有东西要给他，你放心，我真的是来道歉的。沈安眼底闪过犹豫，实验室大门再次打开，一道亮丽的身影出现，顺便白了我一眼。我还是露出惊喜，乖巧地向他挥了挥手。江青瓷。话音刚落，眼前的画面定格在了此瞬，时间停滞，世界仿若静止，一切褪作黑白，只剩下一道没有情感的声音波动，贯穿我的脑海。剧情修正，再次感知到时间流动，身体已经脱离了我的控制，我像是被硬生生剥离出来的一道意识，只能眼睁睁看住自己的身体拿着刀。恶毒与憎恨重新爬上了我扭曲的脸。江青瓷，你敢跟我抢沈安？去死吧！危急关头，沈安几乎没有任何迟疑，挡在了江青瓷的身前，刀尖没入他的肩膀，颤抖着停了下来，可还是有血秘密流出。沈安，你就这么爱他，愿意替他去死吗？我极度的发狂，又恨又怨。沈安脸色惨白，却还是伸出手，轻轻捂住了我的眼睛，隔绝了满目鲜红。软软，别怕，别做错事。我只能隔着虚空，麻木地旁观着一切，连痛苦都感知不到了。沈安被送进了医院，就连上救护车的间隙，都还在安抚我。软软，别担心，先好好上学，一切有我。他流了很多血，脸色也白得不像话，却还觉得自己是那个能为我遮挡一切的沈安哥哥。就连江青瓷那么厌恶我的人，也忍不住同我说话。江软软，你应该庆幸，无论你做什么，都有沈安给你兜底，不然你以为，就凭你之前那些小手段，我不会反击吗？他冷眼扫过我们，没忍住骂道：两个疯子！我只觉得浑浑噩噩，觉得自己有时悬在虚无中，有时就握着那把刀，将手中的当带塞到江青瓷的怀里后，便跌跌撞撞地跑开了。一时回归后，我订了最早的航班，飞了柏林。我没有入学，只是找了一个人烟稀少的小镇，住了下来。房东是位心地善良的华裔老太太，信奉基督教。她住在市中心，偶尔会来看看她镇上的房产。这次还给我带了2袋新鲜水果。我刚出远门回来，正拍打着身上的尘土，接过水果时，脸上露出欣喜。她看我的眼神带着些怜悯。今天又去看了，找到合适的。我知道他对那个词有些忌讳，冲他笑了笑。还没呢，那些地方都不合我心意。他问，你这个病，不再看看，只要活着，总归是有办法的。我笑笑，没救了。医生说，是绝症来着。房东太太摇着头，
面色哀伤地离开了。我看着手里的地图，继续寻找着。我想找一块墓地，夏有阳，冬有雪，秋天落叶融入泥土，在春天滋养出摇曳的花。我仰头看了看晃人眼的太阳，如果我还有最后一次反抗这个世界的机会，那便是死亡。我不想伤害沈安，不想伤害无辜的人，不想我的父母年近半百，有一个杀人犯女儿，不想活成让自己痛苦的样子。我找了3个月，也没找到一块心仪的地，只找到了一个裹着黑色大衣的男人，如同冬日的素阳，眼底却翻涌着克制不了的思念。我后退了2步，却惹得那人神色慌张，快步上前握住了我的手，紧得像是要将彼此的血肉相融。江软软，他将我拥进怀里，声音颤抖。我没挣扎，只是笑着对他说：沈安，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故事讲得很顺利。故事里的男女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，恶毒女配也得到了她应有的结局。一路上，沈安都在沉默，直到故事结束，她垂眸看我时，眼眶微红。软软，结局不是这样的。我愣住，沈安怎么会知道？其实还有一段我没讲。剧情里，婚后第3个月，沈安跳楼自杀了。江青瓷为她举办完葬礼后，面对记者的追问，只说丈夫是郁郁而终，两人因事业捆绑结婚，感情不深，随后就重回公司，继续在商场叱咤风云。沈安握着我的手，细细摩挲着，带着深深的眷恋，看我的眸子里仿佛流转过诸多岁月，藏着洗净铅华的温柔。软软，我也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女孩死后，她好像活得更痛苦了，总是觉得自己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日日苦想，夜夜失眠，每晚都在噩梦中惊醒。后来慢慢想起，就觉得该去陪她了。我心脏猛地抽痛了一下，忘了什么事。她将我的碎发温柔地挽到耳后，看我的眼神宛若看稀世珍宝，眷恋，欢喜。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打碎了我爸的古董花瓶，我跟你说了什么吗？我怎么会不记得？那时的沈安与他父亲关系并不好，替我担下错事后，挨了很重的打。我哭着向他道歉，说自己以后再也不犯错了。那个曾一句一句教会我《弟子规》的少年却满脸纵容。一个花瓶而已，打碎了便打碎了，哥哥会永远陪着你，保护你。思绪翻涌，我看着沈安，百感交集。软软，别害怕，我不会再食言了。我盯着他，什么时候知道这些的？他轻拉过我的手，放置他的右肩，表情虔诚的像在立誓。还得感谢你这一刀。我难过的要命，但还是故意扯出笑威胁他。沈安，你就不怕我哪天突然失了心智，往你心口上扎？他轻轻擦去我眼角的泪，笑得云淡风轻。那我给你递刀。我捂着脸抽泣。沈安，我从来没想过伤害你。他红了眼眶，温柔将我拥入怀里。我知道，我应该知道的。我养大的软软，是最会爱人的女孩。夕阳残辉，我和沈安就这么牵着手，走在落叶林间，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走向我们未知的命运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，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，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，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